小女孩正独自一人在河边玩耍，突然她发现河面上漂浮着一个造型奇特的木偶，于是她便走上小船，想要把木偶捞起来当自己的玩具。可就在这时，水里似乎有东西正在向她靠近，一双煞白的手伸出，将女孩拉进了河中。女孩没有挣扎几下便沉入了河底。诡异的是，那具木偶也沉了下去。这边女孩的父母正在参加祭祀活动，姐姐小雅告诉母亲妹妹小琪不见了。此时河边传来阵阵狗叫声，母亲立马跑了过去，但只发现了小女儿的一只鞋。听到叫喊声，所有人都赶了过来，丈夫第一个往河里冲了下去。可奇怪的是，几人下水打捞，就是找不到小女孩的尸体。就这样过去了1周的时间，依旧毫无音讯。父母只能给女儿办了葬礼，因为没找到尸体，法师只好用一些物品来代替女孩的遗体，举行祭拜仪式。而就在同一天，这条河下流的一个小镇上，一位放牛的男孩在岸边发现了小女孩的尸体。警方确认身份后，立马把女孩住在当地的舅舅喊来认尸。可当法医带着舅舅来到停尸房后，两人瞬间看呆了。原本已经确认死亡的小琪竟然坐了起来，看见外甥女孩活着，舅舅喜极而泣，也没有去想太多，连夜把小琪送到了父母这里。看见失而复得的小女儿，全家人都关心地围在小琪身边，只有小雅因为没有看好妹妹，心存愧疚，躲在一边。可这失而复得的妹妹似乎和以前不太一样，原本亲近的妹妹变得陌生。小雅想要安抚小琪，谁知她身体突然冒出白烟，脖子上还凭空出现了一块印记，这把母亲吓坏了，急忙把小琪包扎好。可怪事却还在不断发生。夜半时分，小琪竟然独自一人躺在浴缸里，唱着谁也听不懂的歌谣。母亲阿珍终于意识到眼前女儿有问题，于是连夜将女儿带到了神婆家里。此时的小琪脸色发黑，无数青筋布满全身，显然已经不是个正常人类。神婆知道这是被恶灵附身的症状，只有举行驱魔仪式才能化解。一番焚香祈祷后，神婆将一张符纸点燃放入碗中，接着把符水灌入女孩口中。小琪身体开始激烈晃动，发出阵阵哀嚎。一旁的父母看着心疼，想要阻止，但神婆示意他们千万别心软。随着一声尖利的惨叫，小琪晕了过去，而她的脸色也恢复了正常。可神婆却告诉夫妻两人，驱魔失败了，附在他们女儿身上的不是恶灵，而是一个活人的灵魂。想要治好小琪，必须要找到那个活人才行。为了找到这个活人，小雅找到舅舅问当时的情况，而舅舅也将小琪死而复生的事情说了出来。于是小雅找到了曾经停放过妹妹尸体的医院，在法医那里了解到，原来在发现小琪尸体的那天，还发现了另外2具女性尸体，一具是位叫尤香的女人跳河自杀。让小雅感到细思极恐的是，她的脖子处有着和妹妹一样的印记，而另外一具女尸才15岁。警方经过调查找到女孩的母亲阿兰。小雅为了查明真相，来到了兰姐的住处。可当小雅问起她女儿的死，兰姐只字不提，并告诉小雅今晚就住这里，明天一早就回去吧。可到了午夜时分，兰姐突然发出惨烈的叫声，小雅闻声赶来，不停地安慰从噩梦中惊醒的兰姐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身影从水里冒了出来，女鬼现身，缓缓逼近兰姐，似乎在逼迫兰姐说出事情的真相。原来女鬼叫尤香，生前是个苦命之人，被人贩子卖到了风月场所，不久后还怀上了身孕。她脖子上的印记是属于风月场所的特殊标记，一次偶然的机会被她逃到了这座小岛，还生下了女儿小香。兰姐看她可怜，并收留了母女俩。可就在这天，风月场所的打手找到了这里，这群人趁兰姐外出时闯进了她家，想要强行带走尤香母女俩。兰姐的女儿和尤香拼死反抗，结果兰姐的女儿不小心被打死，尤香一个人也不是对手，女儿小香被抓走。当兰姐回到家中，看到地上女儿的尸体后，顿时怒火中烧，她大声指责尤香，都是因为收留了你才害死了自己女儿。尤香在兰姐的刺激下选择了跳江自尽。成为厉鬼的尤香一直在找机会复仇，但这个尤香和他们家有什么仇恨，小雅一直想不明白。于是她坐车回去了，或许自己的父母知道其中的原因，可小雅不知道危险也带回了家。等小雅刚回到家，尤香立马附身在她母亲身上，然后对着丈夫阿伟说道：Bây giờ tao đã tìm thấy mày, tao sẽ giết tất cả
原来阿伟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就是风月场所幕后的老板，阿伟也是股东之一。而邮箱被抓进风月场所的第一天，就是被阿伟侵犯的，还怀上了他的女儿。说完，邮箱便夺走了阿伟妻子的性命，接着又附身在小琪身上。眼看情况不妙，阿伟一巴掌将女儿打晕。直到此时，阿伟终于知道附身在女儿身上的灵魂是谁了。他知道小香在哪里。随后两人来到合伙人经营的场所，果然在这里找到了邮箱的女儿小香。随行而来的巫师立即开始了驱魔仪式。经过巫师一番做法后，女鬼和她女儿的灵魂终于从小琪身上赶了出来。而在另一边，小雅从昏迷中醒来，桌子上的一盘光碟引起了她的注意。打开后，是一段父亲阿伟侵犯邮箱的录像。她立即打电话给舅舅求助。不久后，阿伟抱着2个女儿回来了，可不管他怎么喊女儿小琪就是不醒。就在这时，躲在暗处的小雅现身，她告诉父亲妹妹早就死了，没有灵魂的小琪根本无法生存。听到这里，丧心病狂的阿伟选择勒死小香，试图让他的灵魂再次回到小琪身体里。就在他动手的那一刻，小雅再也看不下去了，拿起佛像砸了过去。阿伟就这样罪有应得的死了，而那些残害无辜少女的坏人也被舅舅带着警察抄了老窝。正所谓众善得善，众恶得恶，那些做尽坏事之人终究逃不过因果循环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和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